感谢阿米洛熊猫机械键盘对本视频的大力支持。键盘艺术家阿米洛。长官，就剩最后一个敌人的堡垒，就在那。攻壳一连听令，所有人掩护大墙，攻进敌方碉堡，不惜代价。联机加速好丢雷，用汽油联机宝。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，你们好，感谢就照玩游戏，我是聂俊。我们就算回顾老游戏呢，大多聊的都是一些知名游戏，就算可能销量一般，但至少名声是够响亮的啊。不过呢，这期我想分享一个我个人特别喜欢，但是可能没多少人知道的作品 Nox， 中文当时翻译成救世传说或者是毒王。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游戏啊？知道的弹幕打1，不知道打2，发不了弹幕的发评论哈，我们看看有多少人知道啊。在 ARPG 刷刷乐的游戏类型里呢，暗黑破坏神系列是当之无愧的王者。但就像奥运会第1名和第2名之间，其实差距很小一样啊，高手之间的对决其实都是旗鼓相当的。但是我们一般只会记住第1名，而遗忘了第2名。在暗黑2发售期间呢 ，Nox 这款游戏就是暗黑2最旗鼓相当的对手啊，甚至有些方面还超越了暗黑2。但是呢，这个强劲的对手，别说不出名了，几乎都快被历史给完全遗忘了，甚至还没有那些暗黑2的模仿者来得出名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开发公司是小作坊吗？那可不是啊。Nox 的开发商是当时名声显赫的西木头啊，论出身、论能力都不应该落得如此下场。所以今天我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款被历史埋没的游戏，再探讨一下它到底为什么成为历史的尘埃。先梳理一下历史啊，故事起源于西木头 Westwood 这家公司。现在这名字已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，但在过去这个名字可是如雷贯耳啊！就算新生代的玩家可能没听过它，但多少也应该听过《命令与征服》或者《红色警戒》。在1996年左右，《红色警戒》基本就代表了 RTS 游戏，因为 RTS 这个游戏类型就是西木头定义的。西木头创立于赌城拉斯维加斯，或许这个城市也赋予了西木头敢于赌一把的基因。初期很长时间，他们一直做着移植类的工作。某天突然虎躯一震，发誓要为公司的崛起而做游戏，因此与发行商维珍互动合作，为以著名的小说《沙丘》为原型的游戏开发续作。而西木头接手之后，却并不打算继承第1代的玩法。当时大部分有战争元素的游戏都还停留在回合制或者战棋制。虽然已经有一些游戏开始尝试更快节奏的即时战斗，但并没有获得市场认可。西木头觉得这个类型有搞头，加上从鼠标和图形界面的流行中获得了灵感，他们把几个新的想法塞进了《沙丘2》里。利用鼠标控制单位，可同时操作多个单位，单位从基地生产，但需要采集资源。因此1992年《沙丘2》的火爆问世，正式为游戏界定义了即时战略游戏 RTS。因此很长的时间里，西木头就代表着 RTS。他们后来极其成功的《命令与征服》系列也同样代表着 RTS。而《命令与征服：红色警戒》这个分支在国内特别流行啊，所以对那时候中国人来说，红色警戒就等于 RTS。西木头的成功和 RTS 的火爆直接影响了另一个公司的未来，那就是暴雪。一开始暴雪并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游戏啊，但受到了《沙丘2》的启发，他们做出了《魔兽争霸》。
虽然看上去就是沙丘2的奇幻版翻版，但凭借过硬的品质，仍然在 RTS 界里站住了脚跟，暴雪也因此崛起了。这次西木头的命令与征服系列和暴雪的魔兽争霸、星际争霸系列就上演了一场你侬我侬的针锋相对。直到2003年，西木头被工作室碾压机 EA 解散后，这场老对手之间的较量才分出胜负。总之，关于西木头和暴雪之间 RTS 之王的战争，可以单做一个视频好好聊聊。但今天我们不聊这个，而是聊聊他们之间在另一个方向的兑现。一直在开发 RTS 的暴雪突发奇想的收购了一家名叫秃鹰的游戏公司，并改名为北方暴雪。这北方暴雪给两家之间的战争带来了新的变数，他们带来了暗黑破坏神。一直在追着魔兽争霸打的西木头，哪里想得到这突然杀进来的暗黑破坏神这么能打，不仅销量火爆，甚至还效仿了当初的自己，定义了一个特定类型的 ARPG 游戏。加上星际争霸后劲越来越强，直接让暴雪领先了西木头几个身位。眼看暗黑破坏神2就要出来大杀四方了，西木头明白过来 ARPG 已经比 RTS 更火爆了，决定也出尽全力在 ARPG 这条线上和暴雪刚正面。因此西木头做出了旧式传说 Nox。虽然 Nox 是为了对标暗黑2而推出的项目，但并没有因此就赶工和粗制滥造，相反，秉持西木头一向高超的技术力，这游戏在底层上远超同时代的游戏。我们来细细品味。或许有人还记得暗黑2在2000年发售时，最高仍然只支持800×600的分辨率，直到后来的资料片《毁灭之王》才更新了1024×768，而早于暗黑2发售的 Nox 则是一开始就支持了1024×768。现在习惯了 4K 的老铁们可能无法理解不就是从 600P 升级到了 768P 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有什么难的？我看 2K 和 4K 也没太大区别但这是现在，分辨率提升带来的效果已经进入了长尾效应。而在20年前， 600P 到 768P 的提升就像是近视眼戴上了眼镜的差别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甚至认为 1024×768 就是清晰度的极限。而那时候的游戏多是 2D 素材，提升分辨率等级，所有素材都要提升一遍，附带的很多代码也要适配，甚至包括开发游戏的电脑配置也得提升。因此在那个时候，要率先支持高分辨率本身已经很有难度了。而 Nox 一马当先，迎难而上，实际的画面效果呢，在当时看来确实非常精致。游戏采用了现在几乎绝种的视角，75度俯视角，而不是和暗黑一样的45度角75度俯视角虽然现在看起来很不习惯，但它散发着浓厚的复古气息，颇有风味。如果玩过网络创世纪的老妖估计会喜欢。但是西木头可不是为了复古才选择这个视角的，这个后面会详细聊到。Nox 是一款纯正血统的 2D 游戏，但却有着 3D 游戏的骨气。游戏里除了石头、大树这些场景物件，大部分小一点的物体都不是摆放在场景里的装饰，而是真正能在游戏里互动、有物理引擎的物件。水桶可以推到火堆旁边灭火，掉落的苹果可以炸飞，散落的头骨可以当足球踢，屋里的每一张桌椅都可以推动，打破木桶旁边的物件也会被震开，甚至从木桶里掉落出来的药水瓶都会有位移惯性。这些物理特性不仅对物品有效，对角色也一视同仁。角色和敌人被攻击后，都会以受击的反方向轻微位移，实现了击退的效果。在那个2D 的年代，硬是做出了很强的打击感。甚至连门这种其他游戏里只是充当开关的物品，在这里也有着物理特性。主角可以选择慢慢的靠近门，优雅的把门一点点打开，也可以径直冲过去，粗暴的一脚踹开。再配合游戏连视觉都有物理属性，就更有趣了这种俯视角 2D 游戏，为了限制玩家的视线，一般都会有战争迷雾，但 Nox 的战争迷雾却硬是在 2D 画面下做出了 3D 的效果。如果场景物品比角色高，那就会真实的根据角色的位置遮挡住物体后面的视野，并且还是放射状的，就像第一人称一样，站在转角处，如果不探出头去，是看不到转角的另一边的。吃鸡那种脸贴墙看转角的勾当是行不通的。因此玩家可以轻轻的打开一道门缝，偷窥里面的情形，提前制定好进门后的战术。而游戏还有大量的建筑
基本上大多建筑都可以无缝衔接的进入。所以正是为了利用好这个视线的物理特效，游戏才采用了复古的75度角。从物体到角色，再到视线的全方位物理特性，加上角色可以跳跃跨过较矮的障碍，给予了游戏真实可信的物理反馈。然后这个2D 游戏提前拥有了3D 游戏才有的真实度。现在的3D 游戏大多都有比较好的物理特性，但那是因为几大商业引擎已经集成了物理模块。在仍然以2D 真动画为主的年代里，西木头却硬是在 Nox 里面写入了完整的物理引擎，实现了类似现在神界原罪的效果。在当时，这是疯子一般的行为啊！也难怪在当时把业界同行给吓个不轻啊！和当年开发《沙丘2》的野心一样啊，西木头想用第一款 ARPG 游戏就重新定义 ARPG， 至少在技术上是如此啊。那游戏性上呢？在技术上定义了 ARPG 的新高度后，在玩法上，西木头同样不想跟随暗黑的脚步，他们想证明自己对 ARPG 完全不一样的理解。但是好像最后证明失败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可以说什么了。那么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Game 口运动在，我是不对，虽败犹荣，它的独特性仍然值得现在回过头来把玩啊。暗黑制定下来的规则是鼠标左键移动，但同时也是左键攻击。这就使得平 A 的时候呢，必须站桩攻击，而且还不能太快，技能也得配合这个节奏，大部分技能都要站桩释放。而 Nox 呢，则是把移动放在了按住鼠标右键，空出了左键，因此可以把平 A 的速度做得特别的短。其他很多技能则可以在移动中直接发动，这让游戏的节奏比同类游戏更快更流畅，玩家会感觉一直处于不断位移、不断风骚跑动中战斗。DOTA 里需要的微超跑 A 在 Nox 里将非常容易。而技能之间的衔接和组合也畅快不拖沓，3个职业的战斗理念更是大不相同。战士擅长冲锋、眩晕以及把敌人拉近，都是对近身的控制；术士使用远程武器拉开距离，召唤术持续伤害法术，控制术等等齐上阵削弱对手，名副其实打带跑的风筝大师。法师的法术繁多，需要合理的搭配，靠脑吃饭的职业，但法术施法尤其有趣啊！施法的时候，角色会做出几个固定的手势，并根据手势念出相应的音节，合起来组成法印。类似这样。同样的几个法印，不同顺序组合起来就成了不同的法术。如果玩家细心，甚至能发现这些法印之间的逻辑关系。比如丢火球和丢魔法飞弹的法印就很接近，照明术和闪电术也有一定的逻辑关系。这就显得游戏的法术非常的科学，特别的有说服力。当然，越强大的魔法就需要越复杂的法印，但放大招时，角色不再是浮现个吟唱进度条，而是真正的咿咿呀呀的按照魔法原理在施法，这就非常有代入感了。记住了，在施法的时候是可以跑的，要不然法印化加可移动施法，让游戏的法术战斗格外刺激且富有战略性。特别是联机啊，2个法爷对战，既斗唇枪舌剑，又斗风骚走位的场面，让我仿佛同时在看中国有嘻哈加这就是街舞。我当时就在幻想啊，如果这种法印的施法方式再夸张点，做成要自己一个一个按法印，那岂不是更加刺激啊？后来这个想法果真就游戏实现了，那就是魔能系列。不知道魔能的制作人有没有从 Nox 里吸取灵感呢？快节奏、变化多的战斗，配合上上一章说的物理特性，一场战斗打下来很有动作游戏的控制感。要知道，首个真正的 3D 动作游戏《鬼泣》还要晚1年，在2001年才发售，而 Nox 却早1年用2D 游戏做出了动作游戏的爽快。游戏的关卡也不是传统的循环往复，洗劫怪物的家园，然后回到城镇，靠垃圾分类发家致富。首先，游戏提供了3个职业是有不同的剧情流程的，有完整的游戏至少能玩3遍，体验完全不重复，良心。游戏有好几个大城市可供逛街购物，城市里面熙熙攘攘，还有很多支线任务。野外战斗的场景不是随机生成的地图，而是精心设计过的关卡，特别是地牢里的机关和敌人的安排。如果只是一味的向前冲，用脸滚键盘放技能，那会寸步难行，死无全尸。很多时候需要利用游戏的物理特性以及配合职业技能，
才能顺利通关啊！不要忘了，这游戏3个职业的流程是不同的，所以3个职业的关卡也是专门设计的。从这几个角度来看 ，Nox 更像是传统的美式 RPG。确实啊，其实西木头对标的假想敌不仅是暗黑，也有当时如日中天的博德之门。所以聊到这里会发现 ，Nox 的定位很奇特啊。一方面对标的是暗黑破坏神，追求爽快刺激，并且用最先进的技术做得更加优秀；一方面对标的是博德之门完整的剧情、繁多的支线和精心设计的游戏流程。它融合了2个游戏的优点，成就了一款动作传统 RPG。难怪当时的玩家都惊讶于游戏的独特魅力。现在我们有了巫师，有了只狼，有了刺客信条，或许对这种体验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但是要知道，那可是20年前，西木头用2D 俯视角就完成了接近巫师的核心体验，这难道不算黑科技吗？好了，视频介绍了这么久，看来这确实是款当时的佳作。然而很可惜的是 ，Nox 这个游戏失败了，失败到不仅没能证明西木头的理念，也没能证明西木头最后的价值，很快就被 EA 解散了。他的失败不像我们说过的博德之门或泰格利之传那种较好，但是因市场变化而失败，而是真正不折不扣的失败。虽然在业界评价很高，但就算在当时玩过的人也不多，这非常值得我们反思啊！被暗黑2打败，虽然不是劣币去做良币，但市场对这个同样高水准的对手的惨淡反应也确实不寻常。现在复盘起来呢，有很多人将其归咎到 Nox 没有丰富的多人模式，而且不怎么依赖装备的系统，也让游戏不能刷装备，大大降低了重复可玩性。但这个理由并站不住脚。要知道，当时的博德之门同样不重视多人模式，同样没有重复刷装备的机制，但仍然大火。现在的神界原罪名利双收也是同理啊，这就证明了传统 RPG 仍然有很大市场，而 Nox 的品质并不亚于博德之门。想要理解这个结果，不能只从游戏里找问题，还得回看当时的实际情形。在 Nox 发售那段时间，西木头已经被 EA 收购了一段时间了，整个业务方向都受到了 EA 的影响。那时候的 EA 经营方针就是市场最火的是什么，就做什么类型的游戏来对标。其实现在的 EA 也是这样子的。因此 Nox 从一开始就是追着暗黑2来打的，证据就是那时候对这个游戏的宣传全都是针对暗黑2的市场人群。我甚至还记得当时网吧的海报直接就把 Nox 称为暗黑终结者，海外杂志甚至着重介绍了其多人模式多么有趣。然而西木头的内部却和 EA 有不同的想法，他们内部更多参考的其实是博德之门。虽然有意想把暗黑的战斗融入到博德之门里，但整个游戏的体验仍然是传统单机 RPG。其实后来黑岛的遗作狮心王玩起来的感觉就非常像 Nox 啊，但他们轻视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暗黑的用户群体其实和博德之门的用户群体是很不一样的。一波是在网吧或者当时有联网条件的干型玩家，另一波则是闷在家里自我沉浸的单机型玩家，已经有点像现在只玩单机和只玩网游的人群区别。暗黑系列真正的精髓在联网内容里， Nox 则是适合在家细细品味的偏单机的游戏。但宣传上 Nox 则完全偏离了人群，单机群体看了宣传以为是暗黑类没有兴趣，暗黑群体玩了后发现可重复游戏性极低，差评，游戏就这样沉入了历史。或许是 EA 小看了这两波人群的差异度，又或许是 EA 的方针和西木头产生了冲突，又或许是 EA 和西木头都有错，他们两边都想讨好，结果两边都得罪了。总之，游戏本身并没有问题，甚至有神作的潜质，但断层的上下传达、糟糕的管理、偏离人群的宣传，都让这个游戏几乎没有获得有效的曝光。许多人可能至今都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款游戏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但是把酒家开在敬酒的宗教人群里，这就不是深不深的问题了，这就是决策问题了。这样能不失败吗？不过好好想想，好像 EA 这几年也仍然在犯这种错误。游戏野心再大，落实到最后还是要面对玩家。再好的作品都要有精准的人群定位，以玩家为本。或许以大数据为根据，妄想获得所有群体最大化的用户，终究会被自己的妄想给吞噬。你说是吗 EA？